然而这一次美国面对我方的军舰呢，却只有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前往跟踪，这说明了美国后方空虚，在阿拉斯加附近呢，已经没有军舰来保卫它的海岸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说的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解放军海军的军舰呢，在美国专属经济区航行。相信广大的网友一定同意我的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对付美军舰机在我沿海周边挑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美国本土周边的近海近空去自由航行。好消息这就来了，9月12号，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网站发布消息，说8月30号在阿留申群岛美国专属经济区内发现4艘中国军舰，并且公布了现场的照片。但是美方呢，很快就删除了这个消息。到了9月14号，这个网站再一次发布了2张同样的照片，但标题和文章都经过了修改，强调中国海军舰队未曾进入到美国领海。这种欲言又止的行为本身就反映了美方的尴尬。我国网民纷纷赞叹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军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回应。我们注意到这次美国发布的照片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博索夫号巡逻舰拍摄的。世界大国在国际水域发生对抗，通常遵循的是对等的原则。如果对方是民用船只或者海警船，那我方就用海警船进行对抗；如果对方是军舰，那我方也会派军舰对抗。然而这一次美国面对我方的军舰呢，却只有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前往跟踪，这说明了美国后方空虚，在阿拉斯加附近呢，已经没有军舰来保卫它的海岸了。美国海军的军舰要么在东西海岸的基地里维修保养，要么被派往了世界各地。美国看来还很不习惯自己的海岸附近有外国军舰出没。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前往美国专属经济区进行自由航行。早在2015年的8月，中国就派出了5艘军舰抵达阿拉斯加的海域，还穿越了阿图岛12海里范围内。那因为你美国不承认12海里领海线嘛，因此呢，美军宣称中国军舰是在国际海域航行，不构成威胁。那么为何我军2次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航行都选择了阿拉斯加？那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阿拉斯加虽然人口稀少，但它却是美国的军事重地，将有2个陆军基地、2个空军基地和1个陆军空军联合基地。我们经常被展成平面的这个世界地图所误导阿拉斯加看起来离我国十分遥远，但实际上我国海岸线到阿拉斯加的距离要比到美国西海岸的距离短了3到4千公里。美国的洲际轰炸机如果要轰炸中俄境内的目标，走北极航线是最短的。美国的洲际导弹如果要攻击俄罗斯和中国，飞越北极上空也是最短的路径。反之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呢，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阿拉斯加将有最大的中段拦截弹 GBI 的发射阵地，也在阿拉斯加建有巨型的远程预警雷达。我国军舰靠近阿拉斯加海岸发射远程巡航导弹，可以打击到美军在阿拉斯加的全部基地。因此有没有威胁的意思，各位网友自己可以去脑补。阿拉斯加的老百姓很少，民用设施也很少，我国海军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而不是去美国西岸进行自由航行，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只针对美国的军用设施进行一些观察和测试工作。当然了，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继续在我国沿海地带挑衅我国的主权，那我军也不排除到美国的东西海岸去进行很专业的自由航行。白令海峡是太平洋通往北冰洋的咽喉要道，未来北冰洋航线将成为中欧贸易的重要通道。那我军的军舰在白令海保持存在，就是为了保卫这条航线做准备。冷战之后美国已经有近30年没有遇到像样的挑战者了。美国人在心理上就没有准备好自己的海岸线附近会有外国军舰来自由航行。中国海军的行动给了美国当头一棒，可以预见今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到美国本土周边去自由航行、自由飞跃的行动，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